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幸福3+第20季第6集。假日无聊闲在家，不如出门赚钱花。兄妹俩支棱起了一个小商铺，贩卖是柠檬汁儿。小新大声吆喝着，汁水甜又甜，快乐无极限。竟然是空无一人，有转而恐吓道：“没人买我就掐我妹妹。”小妹在旁帮腔：“这真的哦，她真的会这样。”不料这样也还是没人。小新很快想到了办法，先在罐子里放1块钱。果然，这钱一入罐，小摊立刻就被前来的人们包围了。此时，辛巴还在街上遛狗，正值极度烦躁之际，眼前突然出现卖柠檬水小摊。辛巴走近一看，哟呵，还是自家孩子开的，巧了不是？给我来6杯。小严见他一副想要白嫖的样子，直接说道：“吃白食的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”这刺激到了辛巴，柠檬汁是小孩子喝的，我要去老毛子那里喝啤酒。辛巴骑女儿的小自行车，好不容易到了老毛子酒吧，劝大家正在围观小爱和校长的好戏呢。小爱说：“我有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要说。”校长表示理解，毕竟求婚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是女士主动。他还说自己可以分摊戒指的钱。小爱叹了一口气，走到酒鬼们面前：“你们谁愿意帮我甩了我男朋友，我就请谁喝啤酒。欢迎刚落。”辛巴就坐在校长身边，他告诉这位即将失恋的人，小爱想跟他分手，被恋人抛弃，谁心里都不好受。辛巴安慰他：“你换角度看这件事啊，从今往后你就自由了，不像我，你头发茂盛，不像我，又没孩子拖累，不像我。”说着，辛巴就痛哭起来。天哪，我恨我的生活！这一通排比下来，加上声情并茂的演说，校长觉得自己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天堂。见他重新振作，辛巴乘胜追击：“可不是嘛，你相貌英俊，工作体面，试问哪一个寂寞奶奶寡妇不心动？”校长心情大好，他从未这么高兴过。观看这位分手大师表演后，大家都对辛巴赞不绝口。莱尼还想让他也帮自己分手。说话间，莱尼的女友就来到了老模子酒吧。辛巴很懂说话的艺术，一上来就给女孩抛了个重磅消息：莱尼死了。当然，这只是为了让他接下来的话更容易被女孩接受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兄妹俩柠檬水生意也开展得如火如荼。这时，商业处的管理员来到了这里，表示没有营业许可证就不能贩卖商品。他交给小新一张表格，并告知在许可证下来之前，他们必须收摊停业。接着就来了2个人砸了摊子，我好渴啊，还有柠檬汁吗？小妹气得不行，一滴也没有了。为了能够继续赚钱，兄妹俩来到了办证处，窗口面前聚集大量的人，而工作人员呢，却沉迷于填字游戏，牺牲都快要崩溃了。执照过期的时候，他手术才做一半呢。小妹实在等不了了，她上前说自己可以帮她，然后就拿起填字游戏的表格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刷刷将空白全部填满。完成后，他将这个拍到了工作人员面前，现在给我办执照，给大家都办执照。这套动作下来，小妹直接成了人民英雄。晚上，辛巴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来自于他的老室友格雷迪。辛巴顿时反应过来，你生个同性恋吧？也不全是，好吧，就算是吧。小格听说辛巴帮人分手很在行，所以想让他拆散自己和胡里奥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新欢。接到委托后，辛巴立刻采取了行动，动身去了男童俱乐部。夜半时分，小新听到妹妹房里有动静，就过来看这小姑娘在干啥。没想到到处都是凌乱的纸张。新小妹告诉她自己迷上了填字游戏，这姑娘迷的都有些魔怔了，无论小新说一句什么话，她都能从中找到关键词，将其填入表格。就像这样，小新无语地走出了房间。辛巴来到了俱乐部，和小胡一起在舞池中蹦迪。他告诉小胡他被甩了，但也告诉他小格心中永远有他的位置。小胡深受感动，他拥住了辛巴：“哥们儿，你可真是分手之王。”小妹将自己的新建爱好告诉了亲妈，她还没来及说些什么，就被一旁的老辛普森打断了。他也喜欢这个，自1958年起就在玩了，时至今日，他还在玩春联镇导购上的填字游戏。小妹告诉爷爷，大家都知道威尔舒特兹编的《纽约时报》的字谜才是所有字谜中最考验真功夫的。小妹还将对填字游戏的热爱融入了生活，街上商标可以在她的眼睛里经过排列组合自行构成填字游戏。辛巴的分手公司也支棱起来了，他还拥有了温柔一瞪的专利。这次分手对象是胡福老师，他仍在和男友看球赛，这男人用大屏幕向他求婚，不料辛巴也出现在了荧幕中，表示胡福小姐要另觅新欢。婚礼现场，新娘不愿意，没事儿，也有辛巴竭诚为您服务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找辛巴，就没有分手不成功的。新小妹在学校里也没有放下填字游戏，她在校监跳房子的地方写满了字母。得知实情后，小监没有苛责她，她说自己也是个字谜爱好者，还交给了新小妹一张宣传单：全镇填字锦标赛。新小妹高兴极了，小监也表示自己该回家了。辛巴如今是财源滚滚，他对妻子说，每拆散一对就能赚100美元，现在已经赚了不少钱了。但辛巴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，而且她并不看好丈夫的新业务。辛巴说，辛巴让情侣说分手就分手，但他们之间也许只有一点小摩擦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有一天自己对他有了疑虑，别人就能轻易的将他们拆散，那时候辛巴又该怎么办呢？妻子的话让辛巴镇住了，他从未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他又这样呆呆的仅坐了一晚，好不容易闭眼，却
却被悠悠绿光弄醒了。那浮在天花板上的鬼魂们，都是被辛巴拆散之人的怨魂。逃出房门，外面是那些本该出生的婴孩，甚至还有本该被情侣买走家具。在们齐齐围拢过来的时候，辛巴醒了过来，原来是梦啊！不过他也承诺再也不会帮人分手了。辛巴陪女儿来到了比赛现场，这里聚集各个地方的填字高手。相比于辛小妹兴奋，辛巴倒是早就想开溜了。将女儿带进去之后，就转身出去了。在外面，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房间，这里的人在比赛上下注。辛巴得知后也来了兴趣，他拿出所有的钱全压在了女儿的身上。小妹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为自己也为爸爸赢下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。休息时间到了，小妹找到了爸爸。他说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赢下比赛，辛巴同样很高兴，你赢的时候我也赢了。但接下来小梅又不安起来，她很担心将来的比赛，因为她总是会将触手可及的幸福赶跑。在她即将抵达彼岸的时候，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说你不配，然后另一个自己就会说我同意。就她活了这么些年的经验来看，或许这一次也会重蹈覆辙。小梅去参加比赛之后，辛巴又来到了下注的地方，这一次他用所有的钱赌女儿输。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父亲，大家都惊呆了。终于迎来了最终对决。比赛开始之前，小妹对手告诉他的妻子雪莉才是家里的填字高手，但是他已经过世2年了。听到这么悲伤的故事，小妹真替对手感到难过。紧接着比赛正式开始，谁知这位仁兄不仅填词毫无章法，而且还不小心弄掉眼镜。看着对手在台上难过崩溃，小妹于心不忍，跳下了平台，打算将眼镜捡起来给他。不料触碰到才发现这根本没有镜片，而那位看似什么都不会的对手，现在正下笔如有神呢。在辛小妹震惊的目光下，她飞快填完了所有空格。毫无疑问，辛小妹被耍了，涉世未深的小姑娘终究败给了这险恶的社会。不过辛爸倒是乐意见此，因为这次他又赚得盆满钵满。尽管上面沾满了他女儿的泪水，辛爸最近是春风得意，连去上班都是哼着小曲。小妹觉得自己爸爸很不寻常，仔细观察之后，发现他买了花哨金属鞋带。小妹上前询问爸爸：“你是不是闷声发大财了？还不告诉我们？”辛爸还想否认，但油光锃亮的头发和钻石天眼头暴露了一切，眼见无法隐瞒了。辛爸直接对女儿说出了实情：“你在猜字大赛上败北了，而我靠着赚点小外快，你应该会理解一个父亲以巨款压自己孩子输时那种难受的滋味吧。我希望你不要生气。”闻此，辛小妹没有哭泣，反倒是极其平静地说了一句：“没有，我没有生气。”她呆呆的背着书包回家了。至此以后，辛小妹脸上只有这一个表情，就像是失去了生气的瓷娃娃。无论辛爸如何问她，她总是回答：“是的，我没有生气。”又是一天，辛爸抱着礼物来学校祈求自己的女儿能够原谅他。辛小妹终于不再面无表情，她指着辛爸怒吼道：“从你压我对手赢了那刻起，你就再也不是我的爸爸了。”他还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他现在要跟着妈妈姓。这下辛巴是彻底绝望了，如何努力都没用，辛巴只得求助球友们了。老谋子告诉辛巴，无论他对辛小妹做了什么，要想让他回心转意，就要再对他好点。卡尔也安慰辛巴，也许他以后不会随你姓，但你还有机会让他认你这个爹嘛。闻此，辛巴又振作了起来。果然，无儿无女单身汉才对育儿最有发言权啊！小妹依旧意志消沉。辛巴找到女儿，他很高兴女儿能跟自己姓，但他不觉得这是件好事，因为高中时期他又因此被恶搞过。辛小妹不认同妈妈的想法，毕竟这个姓也是杰基肯尼迪的娘家姓。见此劝说行不通，辛妈又拿出了《纽约时报》，让女儿去做上面的猜字游戏，打发1-2个小时。闻此，小妹仿佛听到最好笑笑话：1-2个小时，我用不了1个小时就能搞定。3分钟后，小妹果然完成了。不过紧接着，她发现了一丝不对劲，陈老爸为她的赌局道歉。小妹不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，思考良久之后，她还是决定主动向老爸求证。辛爸告诉女儿，自己确实找人帮了忙，也就是《纽约时报》猜字版编辑威尔·舒特兹，还有编字迷大师摩尔里格。这下辛小妹终于彻底原谅了老爸。所谓怕什么来什么，辛小妹可谓是品尝到了纯正的墨菲定律。她最终的失败可能并不仅仅来源于对手狡诈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她心里的自卑。试问小伙伴们有没有在某一瞬间觉得眼前幸福都是虚幻，证实了自己不值得拥有这样的美好？这种想法的来源可能就是自卑吧。自负与自卑常常如影随形，优秀人也会有消沉的时候，有时候对别人的轻看嗤之以鼻，有时候又因为害怕失望所以不敢自信。情节严重还可能发展为讨好型人格，只尽力去成全别人，委屈自己。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，过量自知之明只会放大自己的不足。否定声音来源于四面八方，但击垮自己的声音却发自于内心。只有首先获得自己的认可，别人的夸赞才会变得有意义。多多鼓励自己吧，你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